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在40年代以前是不存在彩色影像的。然这部纪录片《战争的颜色》却精心收集了日本从1937年到1945年的大量彩色影像，其中一部分画面还是首次对外公开。而由于这些珍贵的彩色胶片全都是来自日本国内，因此我们能看到作为侵略者的日本人当年是怎么看待侵华战争和俄战历史的。1937年，日本在东京举办了一场盛大隆重的天皇祭祀典礼。自明治维新后，天皇的地位被军阀们不断拔高，渐渐成为了男女老少心目中至高无上的神。在他强大的凝聚力下，人们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开始了疯狂的奋斗。经过短短数十年的发展，日本便迅速从一个与世隔绝的单机国家，变成了亚洲最早最强的工业化国家。像在1937年，日产公司便已经实现了6缸豪华汽车的流水线生产，并出口到了澳洲。尽管日本靠着明治维新积累了大量的国家财富，但真正获利的是以天皇为中心的统治阶级，而大多数平民在残酷的压榨下生活得非常困苦，终日都徘徊在饥饿的边缘上。加之1931年爆发了昭和经济危机，更是活得生不如死。走投无路的老百姓们于是纷纷罢工，甚至上街抗议革命，暗杀大臣官员。曾经在19世纪末期濒临破产的日本就以国运相赌，发动了甲午战争。最终他们靠着满清王朝的巨额赔款，成为了亚洲的暴发户，获得了工业化的原始资本。而今小日本依然打算通过对外侵略扩张来转移国内的危机矛盾。1937年3月，裕仁天皇的弟弟质甫亲王前往欧洲访问，并参加了英国国王乔治6世的加冕典礼。这对一战时的盟友，如今因为远东的利益慢慢翻脸，日本甚至想好了英日之间必有一战。而昔日的敌人德国，如今却和日本的关系越发亲密，因为双方都想通过军事扩张来称霸一方。正如德国期望控制欧洲一样，日本也渴望统治整个亚洲。因此质甫亲王在瑞士度假结束后，又前往了德国访问。在这里，他会见了纳粹元首希特勒，并签订了反苏同盟条约。1937年7月，日本发动了七七事变，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同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了中国的首都南京后，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抢掠，期间至少有30万中国人惨遭屠杀。为了掩盖这桩滔天罪行，日本居然将地狱般的南京描述成一片和平共处、安居乐业的景象。他们还在国内无耻的宣传，声称日本不是侵略，而是去解放中国人。在南京沦陷的这一天，日本甚至给全国的小学放了1天假，以示庆祝。虽然个别媒体曝光了日军的累累罪行，但大多日本平民都不相信是真的，因为在战场上的是他们的父亲、丈夫、兄弟，他们根本不相信自己的亲人竟然连禽兽都不如。1940年，德国攻占了法国巴黎后，日本与德国、意大利正式结盟，彻底走上了法西斯的不归路。曾经日本为了招募青年到前线打仗，许诺1个月就能赢得胜利，但由于中国人顽强不屈的抵抗，使得侵华战争渐渐进入了僵持阶段。于是日本便在国内大肆宣扬民族精神，利用民众对天皇的狂热崇拜，煽动他们继续支持侵略战争。像镜头中的妇女民族国防协会正在举行活动，以为前往战场的日军部队筹集资金和打包战备物资。同时，日本的小学生在每周的体育课上都要搞一次军事演习，也时时刻刻准备着支援祖国，为天皇尽忠。正这种军国主义的洗脑教育，使得日本人一直相信自己是在打一场神圣的战争，即使这场战争最终将他们引向了死路。1941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经济封锁，切断了石油、钢铁等战略资源的供应。被卡住脖子的日本一时间狗急跳墙，索性出兵40万，分6路攻打东南亚。这样一是可以获得当地的石油、橡胶等自然资源，二是能将英美的势力赶出亚洲，三是能切断抗日战争的输血管、滇缅公路，阻止西方对中国进行军事物资的援助，以迫使中国尽快投降。而小日本一向做事是很绝的，为了彻底削弱美国的海军力量，他们竟然在同年12月动用了350架轰炸机，对美国珍珠港发动了偷袭，给美军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当胜利的消息传到日本国内时，全国民众一片欢呼。当时12岁的俄岛义孝听到日本已经和英美开战时，直接激动地跳了起来。接下来日军一路高歌猛进，将东南亚的英美联军打得是满地找牙。作为主帅的麦克阿瑟更是弃3军将士而不顾，独自落荒而逃。1942年，不可一世的日军计划在中途岛将美军舰队的残余力量一网打尽，不料日本海军通讯的电报密码却被美国暗中破解，最终致使舰队遭到了美军的伏击，一共损失了4艘航母、300多架飞机。但日本却对国内隐瞒了中途岛惨败的消息，反而宣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胜利。不过嘴硬并不能改变现实，
珍珠港事件发生后不到2年，日军便一路溃败，深陷在了战争的泥潭中，而国内则面临着各种生活物资的严重短缺。为了减少粮食的消耗，日本甚至不惜毒杀了动物园里的所有动物。1944年，美国舰队对马里亚纳群岛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在短短的48个小时里，他们便歼灭了日军的400多架战机和3艘航母。而一些日本士兵直到临死前仍喊着要当战神，即使变成了鬼，要留在这个岛上等待援军前来收复失地。战役结束后，美军在岩洞中发现了数千名妇女和小孩，于是便派了一个护士拿着传单去劝降。不料这些幸存者在日复一日的洗脑中，都认为一出去就会被美军的军犬咬死，索性不如自杀。其中残存的几个日军甚至逼迫着妇女们掐死自己的孩子，或者逼着他们跳崖自杀，以为国尽忠。随着美军逼近日本本土时，日本为了扭转败局，不惜组织了数千名日本青年，成立了一支神风特工队，对美国舰船展开了自杀式的攻击。当美军试图拯救一些坠毁溺水的日军时，这些短命鬼竟然掏出了手榴弹进行自爆。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的新闻报纸却四处充斥着神风队的英勇事迹，将他们称为日本人的救星。为了帮他们送死，日本官方还提供了专门的自杀之道。首先见到袭击目标后，要先瞄准敌舰的要害，俯冲时要拼命地喊着必杀无敌，撞击前的一刹那务必睁开眼睛，顿时间你会看到母亲的脸，然后你就消失了。由此可见日军当时有多么的丧心病狂。1945年1月，美军和日军在冲绳岛展开了拼死一搏，在短短的3个月内，美国的伤亡人数超过了8万，日本的伤亡也超过了10万，堪称是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场战役。最后数千名残余的日军被赶到地下掩体和洞穴中，他们不是被炸弹炸死，就是被凝固汽油弹活活烧死。个别幸存者出来时满面恐惧，饿得已经是奄奄一息。此后，美国以攻占的岛屿为空军基地，对日本本土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当时李梅将军直接朝首都东京丢了2000多吨汽油弹。在一些幸存者的记忆中，那些炸弹落地爆炸后，一团火便像魔毯一样铺开，眼前瞬间成了一片火海，马路两旁的人都变成了火球，是男是女根本分不清。战后经过统计，一共有50多万日本人被活活烧死。与此同时，美军还击沉了所有的日本商船，完全切断了他们的物资供应，这使得日本国内的物价暴涨，黑市肆虐。在各个城市的废墟上，到处都是排队买粮的人，而活活饿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尽管如此，小日本仍然拒不投降，喊着要一亿玉碎。美国为了避免更大的伤亡，于是在1945年8月往广岛和长崎丢了2颗原子弹。经过统计，2次加起来的瞬时死亡人数达到了20多万。在此后的50多年里，还有10万人死于各种怪病，终身都活在核辐射的阴影里。曾经这些日本人对战争怀着无限的狂热，天天喊着要为国牺牲。正如芥川龙之介说的一样，军人们喜欢摆出英雄的架势，崇尚所谓的光荣，注重动物式的勇气，视杀戮如儿戏，只要号令一响便欣然冲杀，却不知为何而战。而如今他们才切实地体会到了什么叫战争，什么叫死亡。曾经他们加诸在别人身上的苦难，如今正一一降临在他们的头上。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美军的部队进入各大城市时，普通民众犹如惊弓之鸟，吓得四处躲藏。因为在日本官方以往的宣传中，西方人都是头上长角的恶魔，但如今这偷偷一瞥，他们才发现这恶魔非但和自己长得差不多，甚至还到处发巧克力。而在二战中，日本的军国主义给中国和整个亚洲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其罪恶行径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黑暗的一页。日本帝国的败亡也证明了任何妄图靠侵略战争实现的强国梦只会自取灭亡。而中国在长达14年的浴血抗战中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牵制了日军的绝大部分主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打破了德意日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图谋，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走向。